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让人震惊的美容偏方，只要几十块钱的凡士林霜，据说就能让脸上、眼周甚至颈部的皱纹通通消失不见。这听起来是不是很不可思议？在昂贵的抗老产品层出不穷的年代，每个人都在寻找让肌肤恢复平滑紧致的秘诀。难道答案竟藏在一罐平价的凡士林里吗？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几十块钱的凡士林霜究竟能不能打败上万元的高级抗皱乳霜，让岁月留下的痕迹奇迹般的消失？想象一下，每天照镜子的你，是否曾为了额头细纹、眼角鱼尾纹、抬头纹或颈纹而苦恼？或许就在某个清晨，你惊讶地发现眼角出现了第一条细纹，又或者在30岁出头过生日时，突然意识到笑起来时眼角的纹路久久不退，皱眉时额头的折痕也隐隐存在。几乎每个爱美的人都曾有过这样的时刻，面对镜中冒出的皱纹感到一丝惊恐。于是我们开始寻找一切可能的对策。市面上充斥着各种昂贵的抗皱精华和顶级面霜，动辄几千上万块，宣称添加了最新的胜肽、胶原蛋白甚至黄金粉末，只为对抗那些讨人厌的皱纹。然而一个在药局就买得到的小罐凡士林却号称有以一挡百的功效，这究竟是网络谣言还是真有其事？凡士林这种再普通不过的护肤品，为何最近又成为美容圈热议的隐藏版神器？许多人都说用了凡士林之后，什么细纹干纹都不见了，连眼周的细纹和颈部的年轮都淡化了。究竟凡士林有什么魔力，能让岁月的痕迹仿佛被橡皮擦擦掉？还是这不过是人们希望美好的心理作用？我们决定一探究竟。在开始揭秘凡士林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皱纹是如何形成的。皱纹并非一夜之间冒出来的，它们是岁月和环境在我们皮肤上刻画的故事。当我们年轻时，皮肤中有充足的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就像撑起帐篷的支架，使皮肤保持饱满紧致。然而随着年龄增长，这些支架一根根流失，我们的皮肤开始松弛、塌陷，皱纹便悄然而至。除此之外，我们日常的表情动作也会随着岁月在脸上定型。开心大笑时眼角出现的鱼尾纹，皱眉时额头浮现的川字纹，这些因表情肌肉收缩而产生的纹路就叫做动态纹。长期反复做同样的表情，就好比在同一处皮肤上不断对折，久而久之，真皮层的弹力纤维也会像折痕一样定型下来。这些原本只有在做表情时才出现的细纹，最终可能刻在脸上，即使不笑不动也淡不掉。而与之相对的静态纹，则是即使不做任何表情也刻留在皮肤上的纹路。静态纹的成因包括胶原蛋白流失、日晒伤害、地心引力常年拉扯，以及皮肤长期干燥、缺水等。例如，常年在户外暴晒的劳动者，皮肤常常比室内工作的人更早出现深纹，这就是日晒累积伤害导致的老化皱纹。有些人年纪轻轻就满脸细纹，往往和天生皮肤干燥、缺水或反复发炎有关。简而言之，皱纹的成因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深层胶原蛋白的流失，也就是所谓的皮肤结构性老化；另一类则是外在环境和不良保养习惯，比如长期日晒或缺乏保湿导致的皮肤损伤。理解了皱纹的由来，我们再看看市面上都有什么方法来对付皱纹。对付动态纹，人们发明了肉毒杆菌素注射，来暂时放松表情肌肉。对付深层静态纹，有各种雷射、音波拉提、真皮填充等昂贵疗程。然而这些医美疗程不仅费用惊人，往往还伴随风险和不适。打肉毒要挨针，术后还需注意一段时间内控制表情。做雷射会疼痛发红，术后需要好好防晒和修复保养。一些人无法承受这些花费或不愿冒险，只能将希望寄托在每日的保养品上。而日常最多人使用的，则是标榜抗老的各类护肤品。这类抗皱保养品的种类可说是五花八门，有的精华液加入维生素 A 衍生物来刺激胶原增生，视黄醇等成分便属此列。有的面霜注入高浓度维生素 C， 用于对抗自由基，淡化光老化痕迹。也有乳液添加胜肽成分，声称可以填平皱纹的沟壑，但它们共同的特点是价格不菲，而且无不强调所谓高科技成分。然而
就在我们把希望寄托在这些高价产品上时，一种平凡无奇的护肤品凡士林却被越来越多人奉为对抗皱纹的秘密武器。为什么偏偏是凡士林呢？凡士林到底是什么？它的学名叫石油果冻，顾名思义，与石油有关。听到石油，你或许会担心它对皮肤有害。其实经过高度提炼的凡士林非常纯净，不含任何杂质或毒性物质，对皮肤安全无刺激。这也是为什么凡士林能用在婴儿肌肤甚至烧烫伤护理上，它温和而无害。故事要追溯到1859年，当时美国宾州的油田工人发现，在钻油井的过程中，抽出的原油里常夹带一种半固体的蜡状物质，他们称之为石油凝胶。这种黏糊糊的东西附着在机械设备上，令人头痛。但工人们也发现一个奇妙现象，他们手上的小伤口涂了这种油膏后，似乎愈合得特别快。一位年轻的化学家罗伯特·齐斯布罗注意到了这点，决心研究这种物质。经过提炼和纯化，1870年左右，他将产品命名为凡士林，投入市场，最初作为治疗伤口和烧烫伤的万用药膏。凡士林很快风靡全球，成为每个家庭医药箱常备的用品。从干裂的嘴唇、冻伤的皮肤到宝宝的尿布疹，凡士林都有奇效。然而，你或许不知道，在美容史上，凡士林也早有一席之地。传说好莱坞的荧幕女神玛丽莲·梦露就曾在上妆前先在脸上涂一层厚厚的凡士林来当妆前乳，据说这是她缔造电影荧幕上那种油亮柔焦光彩的秘诀之一。不仅如此，凡士林价格低廉又稳定，不易变质。在物资缺乏的战乱年代，经济萧条的时期，更是许多女性维持肌肤保养的平价法宝。在凡士林问世初期，齐斯布罗先生为了向大众展示这种产品的神奇疗效，据说经常亲自上阵做实验。他会在自己的皮肤上划开伤口，然后涂上凡士林。果然，伤口愈合速度比以往更快。更夸张的是，他甚至每天吃下一小匙凡士林来。养生有趣的是，他最终活到了90多岁。也许这纯属巧合，但仍为凡士林增添了一笔传奇色彩。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治疗伤口的油膏与抗皱美容能有什么关系？这正是凡士林的隐藏实力所在。凡士林其实并不能直接治愈伤口或消灭皱纹，它最大的本领在于形成保护屏障。当你将凡士林涂在皮肤上时，它不会被皮肤真正吸收，而是停留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肉眼看不见的薄膜，就像替皮肤加盖了一层保鲜膜。这层膜有两大作用，分别是锁住水分以及隔绝外界刺激。前者可以防止皮肤内部的水分流失，后者则避免外界的灰尘细菌进入伤口或皮肤。因此，伤口在一个湿润洁净的环境下更快愈合，干燥龟裂的皮肤在不流失水分的情况下渐渐恢复柔软。简单说，凡士林本身不会给皮肤加什么养分或水分，但它会紧紧锁住皮肤里已有的水分与养分。不少皮肤科医生都指出，在所有保湿成分中，凡士林的锁水能力几乎是最强的。事实上，一项研究评估了多种保湿成分的锁水效果，结果发现凡士林减少皮肤水分流失的能力明显优于羊毛脂、橄榄油等其他常见润肤油。因此，如果你的肌肤已经擦了保湿产品，再加一层凡士林，相当于盖上一张保鲜膜，让前面的保养效果翻倍。那么，锁水对皱纹的影响有多大呢？非常大。我们皮肤的饱满程度和角质层含水量息息相关。如果表皮角质层含水充足，皮肤看起来就会丰盈有弹性，细纹也较不明显。反之，如果皮肤干燥缺水，就好比一颗皱巴巴的苹果被抽走了水分，原本隐藏的纹路都跑出来了。生活中许多所谓的细纹其实是干纹，也就是皮肤脱水产生的短暂纹路。这类细纹在洗完脸、做完保湿之后会淡化甚至消失，但如果不加保护，它们很快又会卷土重来，甚至日益加深，终于变成真正的皱纹。更严重的是，当皮肤长期处于干燥状态时，角质层会出现肉眼难见的微小裂缝，皮肤的保护屏障被破坏，容易引发细微的慢性发炎反应。慢性发炎会加速胶原蛋白的分解，使皱纹更早、更明显的形成。
由此可见，保持皮肤含有充足水分，不仅能让干纹细纹暂时消失，更能避免启动那些导致老化的恶性循环。凡士林对付的正是这类干燥造成的假性皱纹，它透过强大的封闭作用，把皮肤水分牢牢锁住，让角质细胞仿佛喝饱水一样膨胀起来，一些浅浅的细纹就被撑开了。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感觉皮肤立刻变得平滑，细纹减淡，仿佛皱纹消失了。许多网友分享的使用凡士林前后对比照之所以能看到细纹变淡，多半是因为皮肤含水度提高后产生的视觉差异，特别是眼周那些因熬夜或干燥而产生的小细纹，以及长期低头看手机造成的颈部干纹。只要保湿做到位，它们确实有机会显著淡化。凡士林正是以最经济实惠的方式替我们达成了高效保湿的目标。或许你会问，那昂贵的抗皱面霜不也是主打保湿吗？事实上，许多顶级面霜的核心作用之一就是保湿锁水。比如有些面霜加入大量玻尿酸作为保湿因子，还添加各种油脂来减少水分蒸发，本质上也是在对抗皮肤干燥。事实上，有些号称神奇的顶级面霜，成分表中依然可以见到矿物油和凡士林等基本保湿成分，也就是说，就连上万元一瓶的面霜都离不开凡士林这类默默无闻的锁水工程。不过，这些昂贵产品通常还会加入少量抗老成分作为卖点。然而，讽刺的是，如果皮肤极度干燥缺水，再厉害的抗老成分也很难发挥作用。就像想在龟裂干涸的土地上种花，怎么施肥都没用，首先得浇足水。凡士林虽然没有花俏的成分，却是扎扎实实把浇水这件事做到了极致。许多人在尝试凡士林之前，或许一直使用昂贵的眼霜，颈霜却收效甚微，但改用凡士林厚敷几晚后，反而惊喜地发现那些顽固的干纹好像默默淡去了。这并不是凡士林奇迹逆转了胶原流失，而是它终于让皮肤喝饱了水，恢复了该有的弹性。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股凡士林抗皱风潮是怎么兴起的。颈部的保养其实和脸部一样重要。俗话说，一条颈纹老10岁，即使脸部肌肤再年轻无瑕，若脖子上布满皱纹，一样会给人苍老的印象。然而，许多人平时擦了满脸保养品，却忽略了颈部，再加上经常低头滑手机、缺乏防晒等习惯，更容易让颈纹早早找上门。最近，在华人社群平台小红书上，就有网友分享了一个平价淡化颈纹的方法，引起广泛关注。这位网友现身说法，只用平价凡士林自制颈膜，1周之内颈纹明显减淡，颈部肌肤变得细嫩光滑。这个贴文一出，立刻引发热议，许多网友纷纷跟风尝试，甚至分享他们的对比照片。有人分享自己用凡士林按摩颈部，短短1星期后，颈纹真的淡了许多。也有人感慨，以往花大钱买的专柜颈霜都没什么效果，没想到几十块钱的凡士林反而带来了惊喜。有些人还亲自实测了这个凡士林淡化颈纹的方法，步骤其实很简单，分3个阶段进行。第一步，将凡士林薄薄涂抹在颈部肌肤上，双手来回轻轻按摩约30下，直到凡士林完全被吸收。第二步，涂上你平常使用的颈霜或乳液，再次以指腹轻柔按摩，帮助后续产品充分渗透。第三步，用保鲜膜将整个颈部包覆起来，大约10分钟后取下。这样做可以充分锁住颈部皮肤的水分，加强凡士林保湿的渗透效果。实验发现，颈部肌肤的确变得更加滋润细嫩，但颈纹并没有即刻减淡。想要明显淡化颈纹，仍然需要持之以恒的保养和时间的累积。在另一边的欧美美容圈，所谓的 slugging 护肤法也成为热门话题。这个名字源自阔鱼滑溜溜的特性，指的就是睡前在全脸后涂上一层凡士林或含凡士林成分的保养品，隔天早上再洗掉。无数人分享说，这样做第2天起床皮肤水嫩的不可思议，连细纹都仿佛抚平了。就连一些皮肤科医生和知名美妆 YouTuber 也对这种方法赞誉有加。有位皮肤科专家在社群上指出，对于干燥敏感肌，在睡前全脸薄薄涂一层凡士林封闭肌肤，可以大幅减少皮肤水分流失，确实能让肤况变好。
于是凡士林这个百年药膏一时间成为各年龄层爱美人士眼中的保障单品。不少明星名人也对凡士林青睐有加。我们前面提到的老牌巨星玛丽莲梦露其实只是开端之一。在现代，有面膜女王称号的范冰冰，据说眼周几乎零皱纹，超灵冻龄的秘密武器之一就是自制凡士林眼膜。眼周肌肤是脸上最薄也最脆弱的区域之一，几乎没有皮脂分泌，因而特别容易干燥产生细纹。范冰冰的凡士林眼膜正是运用凡士林强大的锁水力，让眼周肌肤在睡眠中得到密集的保湿修护。范冰冰曾公开分享她的眼部保养步骤，她会先用眼部精华按摩至吸收，再将凡士林与少量精油湿敷型眼膜混合，厚厚的敷在眼周肌肤和太阳穴附近，静置一段时间再擦去，一周做1到2次，据称对淡化细纹非常有感。另一位华语乐坛天后邓紫棋也在社群上示范过凡士林保湿面膜洗澡后趁毛孔打开的状态，在脸上薄薄涂一层凡士林作为晚安面膜，利用凡士林的封闭锁水效应，让前续保养更好吸收。她还笑称只要花不到$5，就拥有媲美某顶级海洋面霜 Lamer 的锁水效果，让粉丝们竞相尝试。一时间，从明星、网红到普通人，大家纷纷投入这场凡士林抗皱的试验中。不过，我们也不能被这股风潮冲昏头脑。凡士林再好，它真的能让所有皱纹都消失吗？对此，皮肤科医师们也给出了专业的分析和提醒。香港大学的皮肤科医生陈俊彦就指出，凡士林对于因皮肤老化而产生的皱纹没有直接的帮助。如果皱纹是因胶原流失、弹性纤维断裂等深层老化原因导致的，光靠凡士林补水是无法让这些纹路消失的，就像一张已经揉皱的纸，喷点水并不能让深深的折痕抹平。然而，他也补充说，凡士林可以改善皮肤干燥或皮肤炎引起的干纹，这与许多网友的体验并不矛盾。不少人在使用凡士林后，确实觉得皮肤变嫩了，细纹淡了，那多半是因为改善了干燥，让原本由干燥放大的纹路缩回去了。因此，医生们提醒，我们可以善用凡士林强效的保湿功能，但也要有正确预期，它并非仙丹，不能逆转岁月，却是预防和减轻皱纹的一个好帮手。值得一提的是，也有科学家在探索凡士林对皮肤的微观影响。一项2017年的研究发现，长期使用凡士林竟然能提高皮肤表面某些胜肽分子的表达量，这些微小的胜肽有助于巩固皮肤的屏障功能。也尝试高价紧致乳霜中添加的成分，这项发现意味着凡士林可能在默默促进皮肤自我修复。尽管它本身不含任何抗老因子，却可能刺激皮肤分泌出对抗老化有益的物质。不过，目前对这方面的了解还不深入，仍需要更多研究来证实凡士林的这些潜在功效。除此之外，专家们也提出了使用凡士林的注意事项。首先，由于凡士林质地厚重，涂抹时一定要动作轻柔，特别是眼周含颈部的皮肤较薄，如果用力拉扯，反而可能加深皱纹。因此，正确的方法是取米粒大小的一点凡士林在指腹揉开，略微加热，然后轻轻按压在皮肤上，而非来回大力涂抹。其次，一定要在皮肤清洁干净，做好基础保湿之后再使用凡士林，千万别带着没卸干净的妆或脸上脏污就直接涂凡士林。因为凡士林的密封作用会把脏东西一起锁在毛孔里，可能引发粉刺或感染。对于容易长痘痘或粉刺的肤质，要慎用凡士林全脸涂抹。虽然凡士林本身不致痘，但它覆盖在皮肤上会提高皮脂堆积的可能性。如果毛孔本来就堵塞，盖上一层就容易闷出痘来。同理，有些人眼周容易长脂肪粒，也就是俗称的油脂粒，也要避免在眼下过度厚敷凡士林，以免诱发脂肪粒的形成。另外，如果觉得凡士林太油，可以先在指尖将其乳化软化，再薄薄的铺在皮肤表面，其实一点点用量就足够达到锁水效果，没必要涂得满脸油光。凡士林适合在干冷气候或长时间待在空调环境中使用。如果是在炎热潮湿的天气，大量涂抹可能让皮肤感到闷热不适，甚至滋生细菌。因此，要依季节和环境调整用量。
秋冬或长途飞行时可以厚一点，夏天炎热则酌情减量，或只在特定干燥部位使用。聪明的使用凡士林，还可以和其他保养品搭配，发挥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你可以先擦上习惯使用的保湿精华、抗皱乳液，让它们先为肌肤补水或提供养分，之后再薄薄的封上一层凡士林，减少水分散失，让前面的营养成分停留在皮肤上更久，作用更彻底。这有点像浇完水、施完肥后，在土壤表面盖上一层稻草，防止水分蒸发，土壤始终保持湿润有养分，植物自然长得好。同样地，如果你有昂贵的眼霜或晚霜，在它们吸收几分钟后，也可以用少量凡士林封尘，把那些珍贵成分牢牢锁住，不被空气带走。值得一提的是，许多皮肤科医师还建议使用韩式黄醇等维他命 A 类抗老产品时，可以运用所谓的微 A 醇三明治技巧，先涂一层保湿乳打底，再涂上 A 醇精华，最后覆盖一层凡士林。这种方法能降低 A 醇对皮肤的刺激性，减少干燥脱皮，同时不会影响它促进胶原增生的效果。难怪有人打趣地说，凡士林就像平价版的护肤保鲜膜，用对方法就能确保你的每一分保养投资都不被浪费。也有人戏言，在干燥缺水的脸上用再贵的面霜都是在暴殄天物，不如先拿一罐凡士林用起来。这话或许粗鲁，却不无道理。真正懂保养的人都明白，保湿是抗老的基础，而凡士林正是把这个基础做到极致。最后，经过这一番深入探讨，相信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相当明朗。凡士林可以淡化干燥导致的细纹，使皮肤短时间内看起来更平滑水嫩，对预防新的皱纹产生也有一定帮助。然而，它并不能让所有皱纹永久消失。岁月在我们脸上留下的那些深刻印记，仍需要其他抗老手段来对抗。尽管如此，凡士林的确是每个人都值得拥有的肌肤好朋友。当你感到皮肤干燥紧绷时，它是一把立即锁住水分的锁；当你囊中羞涩，买不起高级面霜时，它是一位雪中送炭的平价英雄。它不华丽却可靠，不昂贵却有效。总结一下，凡士林最大的作用在于强效锁水，能防止皮肤内水分流失。通过保湿，凡士林淡化由干燥引起的细纹，使皮肤看起来更平滑饱满。对于因老化造成的深层皱纹，凡士林虽无法逆转，但可预防新皱纹过早产生。使用凡士林时，应确保皮肤清洁，已有保湿打底，并以薄薄一层轻柔涂抹方式使用。易长痘或有脂肪粒困扰的部位，要避免厚涂凡士林，以免闷住毛孔诱发粉刺。在国外还流传着一个有趣的小故事，讲的是一位年近90的老太太，看起来只有50岁左右。当被问到冻龄秘诀时，她的答案竟然是每天早晚都用凡士林保养皮肤。当然，这只是个人经验之谈，未必适用于每个人，但至少再次印证了持之以恒保湿对肌肤的巨大作用。下次照镜子时，如果你发现了细纹，不妨试试这个古老又新潮的秘方，说不定奇迹真的会在你我的脸上发生。